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最近我接待了一对挺特别的男女，这事儿说来也怪，一个台湾小伙子和一个东北姑娘，本来相亲进行的好好的，结果聊到旅游2个字，台湾小伙突然就结账走人了，这是什么情况？难道旅游也成禁忌词了？今天我就给大家扒一扒这背后的故事。说起这位东北姑娘小雪，今年26岁，黑龙江林区人，长得真的很有气质，五官立体，眼睛又大又亮，鼻梁高挺，跟那个谁来着？对，有点像明星杨幂的感觉。但跟娱乐圈那些小家碧玉不同，小雪性格特别豪爽，说话声音洪亮，笑起来毫不掩饰，典型的东北爽快姑娘。小雪的人生经历可以说是够曲折的，她父亲是当地伐木工人，天天喝得醉醺醺的，还经常对她妈妈动手。小雪14岁那年，实在忍受不了家里的暴力环境，和妈妈一起逃离家乡，投靠了南方的远房亲戚。可惜好景不长，高中没毕业就辍学了。为了生活打过很多工，超市收银员、饭店服务员，啥苦活累活都干过。丽姐，我命苦啊！小雪第一次来我这儿相亲，就红着眼圈跟我哭诉，我18岁那年被朋友忽悠去参加什么创业培训，结果掉进传销组织，差点把自己都赔进去。那段日子真是人间炼狱。听她说起这段经历，我也忍不住心疼。好在小雪命大，在公安机关的帮助下脱离了传销组织，重新开始了生活。这些年，她靠着自己的努力，在一家外贸公司找到了稳定工作，生活总算有了起色。丽姐，我这辈子受的苦太多了，就想找个条件好点的，能疼我的，不用我再为钱发愁的男人。小雪很直接地告诉我她的择偶标准，我喜欢旅游，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，放松一下自己。找的对象最好能带我到处走走，看看这个世界。我能理解小雪的想法，毕竟她的童年太苦，年轻时又经历了那么多波折，现在想找个能给她安全感的另一半，无可厚非。这边厢我也接待了一位从台湾来大陆发展的小伙子阿晨。阿晨今年32岁，在科技公司做产品经理，收入不错，长相清秀，戴着一副黑框眼镜，斯斯文文的，说话软软的，带着浓浓的台湾腔。丽姐，我在大陆工作已经3年了，一直忙于事业，没时间交女朋友。现在公司稳定了，想认真找个对象，最好能理解我的工作性质，不要太物质的。阿晨的要求听起来挺正常的，我觉得这2个人或许能搭。小雪虽然经历坎坷，但性格开朗；阿晨虽然看着斯文，但事业有成。于是安排他们在一家环境优雅的咖啡厅见面。相亲那天，我提前到了咖啡厅，小雪已经在那儿等着了。她穿了一条红色的连衣裙，化了精致的妆，看起来特别明艳动人。哎呀，丽姐，我紧张死了。小雪搓着手说，我这是第1次相亲呢，别紧张，自然一点就好。我安慰她，记住，相亲是双向选择，你也要看看对方合不合适。不一会儿，阿晨准时到了，他穿着得体的衬衫和西裤，手里还拿着一束鲜花，看到小雪就露出了腼腆的笑容。丽姐，我这辈子受的苦太多了，就想找个条件好点的，能疼我的，不用我再为钱发愁的男人。小雪很直接地告诉我她的择偶标准，我喜欢旅游，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，放松一下自己，找的对象最好能带我到处走走，看看这个世界。我能理解小雪的想法，毕竟她的童年太苦，年轻时又经历了那么多波折，现在想找个能给她安全感的另一半，无可厚非。这边厢我也接待了一位从台湾来大陆发展的小伙子阿晨。阿晨今年32岁，在科技公司做产品经理，收入不错，长相清秀，戴着一副黑框眼镜，斯斯文文的，说话软软的，带着浓浓的台湾腔。丽姐，我在大陆工作已经3年了，一直忙于事业，没时间交女朋友。现在公司稳定了，想认真找个对象，最好能理解我的工作性质，不要太物质的。阿晨的要求听起来挺正常的，我觉得这2个人或许能搭。小雪虽然经历坎坷，但性格开朗；阿晨虽然看着斯文，但事业有成。
于是安排他们在一家环境优雅的咖啡厅见面。相亲那天，我提前到了咖啡厅，小雪已经在那儿等着了。她穿了一条红色的连衣裙，化了精致的妆，看起来特别明艳动人。哎呀，丽姐，我紧张死了。小雪搓着手说，我这是第一次相亲呢。别紧张，自然一点就好。我安慰她，记住，相亲是双向选择，你也要看看对方合不合适。不一会儿，阿晨准时到了。他穿着得体的衬衫和西裤，手里还拿着一束鲜花，看到小雪就露出了腼腆的笑容。说完，他叫来服务员结了账，急匆匆地离开了。小雪一脸懵，丽姐，我是不是说错什么了？怎么好好的，他突然就走了？当时我也很疑惑，直到后来跟阿晨单独聊天，才明白是怎么回事。丽姐，我不是有意失礼，但听到他一直在谈旅游，我就觉得不合适了。阿晨解释道，在台湾，女生一上来就聊旅游，通常意味着她很爱玩，可能物质要求比较高，希望对方能带她到处旅游，给她买奢侈品。我想找的是能安安分分过日子的女生，不是整天想着花钱出去玩的。听完阿晨的解释，我哭笑不得。原来在台湾的相亲文化里，女生主动提旅游这个词，常被视为对物质条件的隐晦要求，而这在大陆姑娘眼中，只是再普通不过的兴趣爱好罢了。我赶紧给阿晨解释，在大陆，特别是像小雪这样的东北姑娘，说话直来直去是很正常的。她提到旅游，纯粹是因为她真的喜欢，并不一定是在暗示你什么。而且她确实经历了不少苦难，现在想寻找一点生活的乐趣，这也无可厚非吧。阿晨听了半信半疑，可是丽姐，她不是还说希望找个条件好的吗？这不就是变相要求男方有钱吗？哎，这你就想多了。我无奈地说，小雪从小家境不好，吃了很多苦，现在希望找个条件稳定的，不是很正常吗？这并不意味着她就是贪慕虚荣啊。好啦好啦，我懂你的顾虑。我拍了拍阿晨的肩膀，但在我看来，小雪是个很真诚的姑娘，你们至少应该多了解一下，别因为文化差异就错过了可能的缘分。阿晨沉思了一会儿，终于点点头。丽姐说的有道理，可能是我太敏感了。那您看能不能再安排一次见面？我想向她道个歉。看到阿晨能放下偏见，我很欣慰，立刻联系了小雪。小雪虽然有点生气，但听说阿晨是因为文化差异才误会的，也就答应再见一面。第二次见面，我选在了一家环境温馨的火锅店。东北姑娘嘛，就喜欢这种热热闹闹的氛围。这次我也全程陪着，免得再出什么意外。对不起，上次是我太唐突了。一见面，阿晨就主动道歉，我不应该不清楚情况就擅自判断。小雪倒是爽快，摆摆手说，没事没事，丽姐都解释了，是文化差异嘛。不过我挺好奇的，你们台湾人怎么会把旅游这么普通的话题当成禁忌词啊？阿晨有些尴尬的解释，也不是禁忌词啦，只是在台湾的相亲文化中，如果女生一直强调喜欢旅游，常常暗示着她希望对方能在经济上满足她的这个爱好，所以久而久之，旅游就成了一个微妙的话题。哇塞，这也太奇怪了吧！小雪瞪大了眼睛，在我们东北，喜欢旅游就是纯粹喜欢到处走走看看啊。当然啦，她突然狡黠一笑，如果对象能带我去旅游，那确实更好了。阿晨被她直率的性格逗乐了。你们东北人说话都这么直接吗？可不是吗？小雪拍着胸脯说，我们东北人有啥说啥，不藏着掖着，不像你们台湾人说话都藏着那么多弯弯绕绕的。那倒也是。阿晨笑着摇头，台湾人确实比较含蓄，有时候一句话要想好久才敢说出来，生怕冒犯了对方。火锅上来了，热气腾腾的锅底让气氛更加融洽。小雪二话不说就开始下菜，动作麻利得很。来来来，多吃点。小雪像个东北大姐似的招呼阿晨，别客气，想吃啥直接下。阿晨有些受宠若惊，谢谢，你真的很热情。这有啥好谢的？小雪大大咧咧的摆手，咱东北人就这样，来了就是客，管够。我看着他们相处的模式，
心里暗暗点头。虽然文化差异不小，但小雪的真诚和阿晨的礼貌似乎正好互补。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两个人渐渐敞开了心扉。阿晨讲起了他在台湾的生活和工作经历，小雪也分享了他坎坷的成长故事。我爸是伐木工人，从小就酗酒，经常打我妈。小雪面露伤感。14岁那年，我和我妈实在受不了了，就趁她喝醉的时候逃出来，坐了3天3夜的火车，去投靠我妈的远房亲戚，那一定很艰难。阿晨轻声说，眼神充满同情。可不是吗？我们刚到南方的时候，啥都不会，连话都说不利索。我妈去工厂打工，我就辍学去超市当收银员。小雪叹了口气，后来我还被骗进了传销组织，差点把命都丢了。天啊！阿晨震惊地说，你能脱离出来真是太好了。是啊，多亏了警察叔叔。小雪点点头，那次经历让我明白了，这世上没有不劳而获的好事，只有靠自己的双手才能过上好日子。你能从那么多磨难中走出来，真的很了不起。阿晨由衷的赞叹。小雪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哎呀，都过去了。正是因为经历了这些，我才更珍惜现在能旅游的机会。每到一个新地方，看到不同的风景，我就觉得自己的心灵得到了洗涤，那些不好的回忆也就淡了。听到这里，阿晨的表情变得柔和。原来你喜欢旅游是这个原因啊，我还以为我是那种只会花钱不会赚钱的女生。小雪调皮的眨眨眼，我可是靠自己本事在外贸公司干出了点名堂的，虽然不是什么大角色，但至少能养活自己，还能存点钱去旅游。阿晨有些不好意思，是我误会你了。其实我在台湾的时候也挺喜欢户外活动的，特别是爬山。台湾的山很美，有机会你可以去看看。真的吗？小雪眼睛一亮，我超想去台湾玩的。听说阿里山的日出特别漂亮。是啊，而且还有日月潭、垦丁、太鲁阁峡谷都很值得一去。阿晨滔滔不绝地介绍起台湾的景点，我在一旁看着他们聊得火热，心里暗自高兴。看来这次相亲是有戏的。就在气氛越来越好的时候，小雪突然问了一个直球问题：阿晨，你现在工资多少啊？这问题一出，我差点没把嘴里的茶喷出来。阿晨的表情也瞬间凝固了。啊，这个阿晨支支吾吾，显然不太想回答这么私人的问题。我连忙打圆场，小雪啊，这个问题可能有点太直接了，有什么关系吗？小雪理直气壮，我们东北人相亲不都这样吗？直接问清楚，免得浪费时间。阿晨尴尬地笑了笑，在台湾，这种问题通常不会在第2次见面就问啊，那要等到什么时候问？难道要谈了好几个月，都准备结婚了，才发现对方工资不够养家，那不是白费功夫吗？小雪一脸不解，我赶紧解释，小雪啊，台湾和东北的习俗不一样，在台湾直接询问收入可能被视为不礼貌的行为。哎呀，又是文化差异。小雪拍了拍脑门，那我换个问法，阿晨，你觉得你的经济条件能支持起一个家庭吗？阿晨松了口气，这个问题我可以回答。我在科技公司担任产品经理，收入还算稳定，足够支持一个小家庭的日常开销，也能偶尔出去旅游放松一下。那就行。小雪满意的点点头。我不是贪图你的钱，只是想确认一下咱们的生活方式能不能匹配。毕竟我也不想找个比我还穷的，那得多辛苦啊。阿晨被他的直率逗笑了，你真的很有趣，跟台湾女孩子很不一样。那当然啦。小雪骄傲地扬起下巴，我们东北姑娘可是天下一绝，敢爱敢恨，有啥说啥。餐后，阿晨绅士地送我们到出租车站，临别时，他鼓起勇气问小雪，我们可以交换联系方式吗？我想多了解你一些。小雪爽快地拿出手机，早该这样了。来，加个微信。看着他们互相加微信，我心里乐开了花，这对冤家说不定真能成。接下来的日子，小雪和阿晨的联系越来越密切。阿晨渐渐适应了小雪的直率风格，甚至开始欣赏她的真诚和坦率。小雪也学着理解阿晨的含蓄和礼貌，不再动不动就问些让人尴尬的问题。1个月后，
他们正式确定了恋爱关系。阿晨第一次带小雪去见了自己在大陆工作的台湾朋友，这就是我男朋友了。小雪大方地向阿晨的朋友们介绍自己，谢谢你们平时对他的照顾。阿晨的朋友们起初有些惊讶，但很快就被小雪的热情感染了。饭桌上，小雪频频给阿晨和他的朋友们夹菜，还主动敬酒，一点架子都没有。阿晨，你女朋友真的好大方哦。一个台湾朋友悄悄对阿晨说，不像台湾女生第一次见面都很拘谨的。阿晨笑着回应，她是东北姑娘，性格就是这样直爽。刚开始我也不太适应，但相处久了就发现这种坦率其实挺好的，至少不用猜来猜去。饭后，小雪主动承担了结账的任务，这让阿晨的朋友们更加刮目相看。哇，你女朋友连买单都这么果断。一位朋友竖起大拇指，阿晨骄傲地说，她很独立，也很懂得感恩。这次是她主动要求请大家的，说要感谢你们平时对我的照顾。送走朋友后，阿晨握住小雪的手，谢谢你今天的表现，我的朋友们都很喜欢你。有什么好谢的？小雪撇撇嘴，他们是你的朋友，自然也是我的朋友啦。再说了，我从小到大最不缺的就是人缘。阿晨宠溺地看着他，是啊，谁能不喜欢这么真诚的你呢？不过我发现一个问题。小雪歪着头说，你们台湾人说话都好温柔啊，但有时候我听不太懂是啥意思。比如你朋友说还好啦，到底是还可以的意思，还是不太行的意思啊？阿晨失笑，这就是台湾腔的特点啊。还好啦，通常是指还不错的意思，但语气会比较保守。我们台湾人不太会直接表达强烈的情感，都喜欢用还好、还行这种中性词，太复杂了。小雪夸张的叹气，我们东北人喜欢就是好，不喜欢就是不行，多简单。这就是我喜欢你的地方。阿晨轻轻搂住他的肩膀，你的直率让我不用猜测你的想法，感觉很踏实。两人的感情发展得很顺利，但也不是没有波折。有一次，阿晨带小雪回台湾见父母，差点闹了笑话。阿晨的父母是典型的台湾传统家庭，待人接物都很讲究。小雪刚下飞机就因为太兴奋，声音特别大，在机场大厅就高喊，阿晨，我在这儿呢，引得不少人侧目。阿晨的父母微微皱眉，但看在儿子的面子上没说什么。回到家后，小雪又因为太热情，一个劲儿的给阿晨爸妈夹菜，还主动要求帮忙洗碗做家务。这在讲究客人不动手的台湾家庭看来，实在有些突兀。最尴尬的是，饭后闲聊时，小雪直接问阿晨父亲，叔叔，您退休金多少啊？够花吗？阿晨父亲一时语塞，阿晨赶紧打圆场，小雪是关心你们的生活。东北人说话比较直接，回房间后，阿晨轻声提醒小雪，在台湾，特别是跟长辈相处，有些话题最好不要直接问，比如年龄、收入这些。小雪恍然大悟，原来如此，我就说怎么气氛突然怪怪的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以后注意。